裝潢該怎麼弄？這集來講，很多朋友在問的奶油風。奶油風不踩雷，3大設計重點加翻車陷阱，一次搞懂。先說結論，如果你要自住，可以考慮做奶油風，因為它翻車的幾率算低。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今天不買，明天更貴，還成立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討論奶油風的裝潢要怎麼做。這是聊這個奶油風裝潢風格，這也是我問漢一陳老闆的。反正我有裝潢方面的問題，我都是問他。我也建議你在雙北的話，你家要裝潢，你就是找他。那我們先看一張韓系奶油風裝潢的圖片。我們先可以透過這張圖片來窺探奶油風的設計重點。首先是第一點，柔和低飽和度的色調。奶油風風格的空間精髓，就是在柔和低飽和的色調，營造出溫暖療癒的氛圍，所以會大面積的使用奶油白啊、米色啊、淺咖啡啊、大地色系，形成低彩度的暖色調，讓空間看起來溫暖療癒。然後還有一個細節，就是牆面跟家具要有明顯的色差，視覺上才不會糊在一起啊，糊成一團。例如說你牆面用奶油白，那你家具就不要白色，用米色的，不然你家看起来會很奇怪，像這样，就是看起来很冰冷。原本奶油風塑造的那個溫馨感就不見了。第二，圓潤柔和的線條，這奶油風的空間，就幾乎你看不到生硬的直線跟直角，尤其是那個直角銳利的線條，它都用弧形，你有沒有看到弧形拱門啊，帶圓角的桌椅啊，然後那個沙發看起来也是圓圓的這樣，然後桌子椅子也都是圓圓的，跟波浪形的裝飾系，反正這是曲線，這些曲線讓視覺上更柔和，那也像那種流動放鬆的生活感。不要忘了，這施工是貴的哦，這是貴的哦，因為師傅要花時間去幫你搞那個圓弧的東西，成本會高很多。這個我八卦的時候我再來講。第三，自然材質跟溫潤質感，奶油風特別喜歡貼近自然、散發溫潤感的天然元素，所以會使用原木色的地板，藤編材質的收納籃或是椅子，或是棉麻布料做成的窗簾跟沙發套等等。這些材質能幫這個空間增添那個紋理跟層次，再適當搭配一些絨毛感的單品，這個奶油風用很多，什麼仿羊羔絨地毯、絨布抱枕等等，都可以進一步提升空間的親和力跟療癒感。再來，你要知道容易搞砸奶油風的做法，很多人看網絡上的照片，就會覺得奶油風看起來蠻簡單的啊，反正就是你都米色白色就對了嘛，結果家具都到齊以後才發現很奇怪，為什麼我做了以後看起來很廉價、很淘寶這樣，發生什麼事情？通常原因出在這邊，第一，使用太多反光材質，我們亮面的瓷磚，你就預售屋交屋那個抛光石英磚你就照用，奶油風就是盡量不要用。光滑的乳膠漆，這些都會讓整個空間看起來平淡又生硬，讓整個空間缺乏立體感，視覺上就會顯得廉價，好像出租用的。那奶油風的精緻感是靠光影跟材質打造出來的，就是奶油風我看那麼多圖片我個人認為就是有那個觸感的感覺，就是你摸起來要毛毛的就是奶油風毛毛的圓圓毛毛的東西就是這樣。所以至少加入能夠吸收光線的消光材質那個奶油風才會好看。例如牆面用微水泥啊，或是藝術漆啊，地板就改用實木系列，窗簾選棉麻布料，沙發你就挑那個羊羔絨羊毛的沙發，就是毛毛就對了。那只有讓光影停留在這些啞光的材質上，才會有那個溫潤跟豐富的質感。第二，網路紅啥你就買啥奶油風的魅力來自於它的怎麼講鬆弛感所以裝起來要夠簡約那軟裝也要很節制。如果你在客廳放了一張誇張的雲朵沙發，那你旁邊的地毯茶几燈具你就要很克制不要又搞得花裡胡俏的像這張圖片我把沙發換成雲朵沙發就把一些裝飾的東西拿掉了這個高級感不是堆出來的，是用減法去做出來的。第三，不願意拿掉不合時宜的設計。有些房子明明牆面很漂亮，家具很講究，可是偏偏底下那條黑色或深色的踢腳板就會讓視覺生硬的被切成2半像這樣瞬間毀掉奶油風追求的柔和感。那我也知道踢腳板不是你想要做黑色，而是建商他當初就是給這個嘛这個問題蠻好解的
要麼你就改用隱藏式踢腳板哦，不然你想省錢，你就把它漆的跟牆面的顏色一樣，至少看起来不會那麼突兀。最後你要知道你對奶油風的錯誤印象哦。最後我們來說，很多朋友對奶油風設計常見的誤解哦，首先就是第一點，奶油風不是正式的風格，很多人會以為奶油風是一種設計的流派，北歐風哦，或者怎麼樣，它沒有，奶油風就是網絡紅起來而已，它不是什麼名門正派哦。其實奶油風是從韓系的甜美風跟北歐風延伸出來的一個風格啊，看起來它的療癒感，它很強調它的療癒感，就是家具都毛毛的哦，你光看你就會想要去上手去摸它，然後那個門洞都有一個圓弧哦，那看起來就是可愛跟那個毛毛的療癒感啊，而且奶油風你只要有去裝，那個翻車的幾率是低的，像侘寂風很容易翻車，你怎麼裝怎麼不像哦。那奶油風就還好，你只要圓弧哦，然後家具的顏色有選對，大概都沒什麼問題，所以它才會在年輕族群中爆紅。所以當你和設計師聊起奶油風的時候，對方可能會再多問你一點，比方說你偏好哪種細節、哪種質感啊，哦，才比較容易抓到你的想象。然後第二，奶油風不夠實用啊，很多人對奶油風的印象是華麗、不耐用、很容易髒、適合打卡拍照而已哦。但其實只要前期有做好那個材質挑選跟規劃，例如地板你就選耐磨的淺木色，沙發你就選耐髒的布料啊，多做隱藏式的收納是可以克服這些問題的。另外奶油風還是可以用一些科技產品，例如說你想要裝家庭劇院也 OK， 那你就選白色機身的投影機或音響，那平常就藏在淺色櫃子裡哦，保留機能又不破壞美感，只要設計得當，奶油風的家一樣可以非常實用哦。第三，奶油風只適合小女生小空間哦。因為奶油風看起來很可愛啊，很溫潤啊，反正你看了你就想上手去摸就對了，所以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會聯想到女生的房間、少女的房間或甜美的小公寓，但是其實奶油風適用的範圍是廣的哦，小到套房哦，那大到別墅豪宅，其實都可以用奶油色系來營造那個溫馨感，而且效果都不會差，那就配色濃淡跟那個圓弧有沒有去做出來就好了，圓弧做蠻貴的，你要請人家來做，那不是油漆有辦法幫你做，就木工就要上了，然後木工再加油漆去把那個弧形的門洞給它做出來。這個八卦的時候我再來講哦。總之就是這樣，奶油風算容錯率很大的一個風格哦，那你不用太擔心。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聊了奶油風裝潢的設計重點。首先是要盡量使用低飽和的色調跟圓潤的線條來呈現奶油風的療癒感啊。那多使用自然的材質也提醒你最常翻車的原因你就用太多亮面會反光的地板，或是網絡上紅什麼就買什麼，然後來擺下去很違和。結論就是奶油風不是一種僵化的風格只要掌握配色比例跟材質搭配，其實奶油風要翻車還是有難度的。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奶油風的裝潢優點是什麼？強大的風格包容性，不容易失敗。B 很有療癒感，住起來很放鬆。C 女生會很喜歡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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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
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哦，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我先說門洞，然後我們再來看 AI 改的那個奶油風的東西。首先門洞。就是奶油風它有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門的兩邊，我們一般門就門嘛，四方形的洞嘛它上面會做圓弧。那個圓弧現在主流有幾種做法。第一種就是你木工要去拉槽，木工就木頭片，你去拉槽，拉槽的意思是你就去切，线锯机去切，但是不切斷切，所以一塊木板後面有很多這個條紋，它就可以凹了嘛，对不對？去凹出那個門洞，還要再裁2片三角形的那個片去跟它倒在一起，就是說你要做這個弧形的門洞，你要木工去幫你去做出這個東西那真的是現場勞作呢，那邊弄呢就弄這個東西還要弄2個，一個門洞要弄2個，把那個門洞給它做出來，就弧形好，那所以很貴啊，那木工處理這個油漆沒辦法幫你處理那木工用完了以後呢，好，油漆還要上呢，油漆要看怎樣幫你粘那也不會掉，然後板要封過去然後封過去以後還要補土完上漆是這樣。所以你看那個弧形門洞，你看起來蠻美的那背後都是錢啊。好，那有沒有比較便宜的方法？也有我現在有聽到2個，然後我有買那個道具來用看。第一種台灣就沒賣了那都大陸直接過來了大陸買那個也不對，因為那個運費都比它本體貴很多。那個什麼東西，石膏磚石膏，它石膏磚直接給你是這個弧形的樣子，弧形門洞都幫你做好了，不是用木工做的就是石膏磚。我個人認為我那裡還有，就是放着，我拿到手上我不敢裝，你知道嗎？因為我怕會掉啊，真的我很怕它裂開掉下來就很重然後還有賣各種 size， 那你就裝在門的2邊，那剩下就是補土油漆就是這樣。好，那這是第一種做法，石膏磚。那第二種做法呢，有人用保麗龍。真的用保麗龍自己削，就大塊的保麗龙削出那個形狀，你知道嗎？我現在要弧形的門洞，我是不是就是要一個保麗龍塊四方形的，然後開一個扇形我扇形圓圓的地方不要，我只要留這個，然後去裝是這樣。有用保麗龍，然後上面再封其他的板還是怎麼去弄？保麗龍的想法是好的它即使掉下來打不到人也不會受傷嘛。但是我想一想，我自己在整理房子我自己都沒有用弧形的門洞，反而我是用弧形的油漆圓形的油漆，只要有弧形油漆去上那個空間的豐富程度就會變高了。你自己 Google 一下叫弧形油漆那個看起来就比較猛了，就漂亮很多了。門洞我還是不建議去做這種奶油風的東西，門洞有它的功能性一個走廊過道沒有門的你要做可以，可是房間門你做這個幹什麼？所以奶油風是不錯啦而且奶油風你在淘寶上你直接打奶油風一大堆東西看了你都喜歡。那奶油風的東西我也有買一些道具什麼椅子什麼的，就是毛啦。我看起來中國淘寶對奶油風的理解就是毛毛的就材質都是毛，可是那個氣味很大就是你聞的不是說羊毛的氣味，是我會覺得拿來劣質的東西要我擺我不太敢到時候租客又吸到又身體不舒服或什麼總之就是奶油風裝潢，我個人認為沒有什麼。奶油風裝潢又來了，我個人認為它很容易退流行，這個東西看起來不像是可以跨越時間的。像那個 IKEA 它賣那麼久還是這個風格它很厲害呢，它已經跨越這個時間呢。奶油風可能跟以前工業風一樣，就是紅一陣。你看最近奶油風的討論又少很多了吧？我只是常常被問我拿出來提不然的話奶油風這東西很容易過時，我的判斷是這個樣子。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AI 改的
哦，奶油風的房子。首先這個照片啊，都591亂找的哦。來，您看，好，你看這個是一般的中古屋嘛，哦，這個地板，哦，這個黑色踢腳線，這看起來像公寓嘛，好，就這樣，哦，然後改成奶油風可以改成怎麼樣？改成這個樣子，蠻像的吧？哦，它可能空間有一些失真，但是有沒有那一組沙發，這種弧形的沙發，你看了你手就想要給它伸過去摸，啊，就是這樣毛毛軟軟的。然後那個沙發椅凳圓圓軟軟的，哦，奶油風就是這樣，很受女孩子的喜歡。然後再來，這個是廚房，奶油風的廚房哦，你看這個廚房有年頭了哦，哎，它怎麼沒有灶台？哎，真的沒有。那這個廚房不是有跟沒有一樣？哦，隨便，然後還擺了一個冰箱，這應該以前就在出租用的。你一個3房的配置，你怎麼會放這種冰箱？也沒抽油煙機，真的耶，他把灶台拔掉。莫名其妙，隨便。我跟你講哦，這個牆上這小白磚哦，以前有流行過，又翻紅一陣子小白磚哦。但是小白磚拼出來很有那種清潔感哦，所以又流行一陣子，但是小白磚就看起來就很老氣。好，然後改成這樣哦，還不錯哦，奶油風。我看一下，我仔細看一下哦。哦，這個要我做出來，而且我做出來超級像哦。首先那個瓷磚漆哦，瓷磚漆就可以了。瓷磚漆我不是用瓷磚漆做，我是用外牆漆做，都是紅牌哦。然後換奶油風的廚具哦，然後地板我不會鋪這個大理石了，地板我就直接鋪塑膠地板哦，木紋的，然後顏色就可以調得跟它很像，這個東西我做得到。好，這個浴室哦，這個阿嬤家浴室，你光看它的淋浴區，這以前一定有浴缸對不對？然後就把它拆掉哦，就是這樣。以前哦，在鋪那個小白磚，整間都小白，就怕難看，所以還有。你看它中間是不是有一槓藍色哦？那個叫什麼腰帶磚呢？然後要另外買的。但我們現在不是很喜歡這種風格哦，所以這很陳舊了嘛哦。那一樣奶油風來改成這樣可以，這個我也做得出來哦。這個沒什麼大狀況，這個我弄得出來。不過 AI 還是不太能理解，它怎麼在淋浴區放了一個好像沙發的東西哦，沙發椅凳的東西，不知道管它的哦。講一下哈，就是我們浴室的收納哦，你的那個面盆底下的浴櫃一定要給它做出來。你看前一張照片，它是不是就是一個面盆而已？底下是不能儲物的哦。那我們弄出可以儲物，還有鏡櫃，鏡櫃有的話我也會加給租客用。好，那個台下盆的櫥櫃哦，它還有一個未來可以加碼的地方，就是可以放一台小的洗衣機，很小的洗衣機，那個漢醫有哦。如果你有去他的那個辦公室開會的話，你可以特別請老闆指給你看，小的洗衣機很小哦，可以塞進那個櫥櫃裡面。那要幹嘛？洗女孩子內衣褲用的哦，就是洗，然後就不用手洗啊，在那邊搓，在那邊幹嘛？然後現在那個小的洗衣機還洗脫烘嘞哦，所有新的版本洗脫烘，這很麻煩哦。你看你要把它塞在那邊，你是不是要接電接水？接水完你還要排水哎，所以就是你在做一個廁所重新打掉重做的時候，你就要留好線哦，你要留好水哦，通通都走到這個台下盆底下去弄。漢醫老闆說這個非常的受歡迎哦，他的客戶都非常的喜歡，不然女孩子都要手洗又要幹嘛哦，那現在都不用，就是直接扔到這個小的洗衣機，專門洗貼身衣物的。那男主人哦，好膽你把襪子給他丟進去，哇靠，立刻離婚哦，反正就是女孩子專用的一個小洗衣機哦，生活質感提升啊，以前哪有這種東西？對啊，哦，然後弄成這樣還蠻漂亮的哦。好，然後再來房間哦，奶油風的房間。改成這樣可以啊，做得到。你看棉麻哦，就是你光看你就想要上手去摸。哦，這個 AI 很巧呢。你看它的牆上明明沒有窗，它一樣拉這個窗簾哦。我們也會這樣哦，就是不是暗房啊，就是一些3房2廳，然後它的廳特別的大哦。那真的要隔套隔起來的話，變成客廳那邊再隔一間。那它如果開窗就是看走廊，對不對？哦，那我們就會放這個東西哦，就會放這個東西來顯示它有窗。不會說窗子只有開一點點，我們窗簾只到那邊，沒有，我們就整個讓它落地哦。那看的是一個 feel 啊，哦，這樣感受上會比較好。好，總之就是這樣哦。奶油風室內裝修，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
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占，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